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先欢迎来宾，前资深外交官介文吉介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成功级舰长黄镇辉舰长。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思敏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我们会针对中美之间的这一场港口费大战正式的开打来做更深入的分析。现在大陆的港口费王牌也正式的发威了，川普这个时候求中国别报复，这一场中美的港口战，今天做一个深入的解析。首先，今天的火线话题3点会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的。第一个问题，大陆现在靠港口费来做反击美国的港口费了。那么，美国的货轮首先遭殃哦，现在停靠在大陆这边就会被罚。确定的金额达到了446万人民币。中国的特别港务费打爆了航运链，川普这时候急了。这一场中美的港口战比到最后，谁会先撑不住呢？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我们来看到是南韩现在也中枪了，因为是配合美国吗？因此我们看到北京现在也制裁了韩国旗下的这一间韩华海洋，并且警告了全世界说，如果你们再这样子的话，你们就会遭遇跟韩国一样的情境，所以别再帮美国打仗了。这回川普是气得跳脚了，中国这一招会不会掐断美国的造船命脉呢？第三点来看到双普会这个时候突然间说要喊卡了，那么川习会有没有可能在10月底的这一次的会议生变呢？川普话锋一转，竟然说台湾是中国的苹果，中美谈判台湾成为筹码了吗？那么谁中美之间才是真正的赢家？今天就这几个问题，我们都会做一次比较详尽的解析。这一场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在升级，在节目上我们谈了非常多，不止打稀土战、打大豆战，现在是港口战。今天要来做关注，北京正式的对美国的船舶特别征收的港口费也正式的启动了，这个叫做特别港务费，王牌正式的发威。第一艘中箭的就是美国的货轮了，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就是这一艘曼努凯号停靠在中国的宁波的时候，竟然是挨罚了446万人民币的一个价格，这是来自于研究特别说的。分析指出，中国的船舶特别港务费其实潜在的影响力是远超过美方的措施的。现在因为中国的这个特别港务费啊，已经影响了超过3120艘美国相关的船舶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约占全球总数量达到3%。我们特别来看一下，针对于美国哪一些船舶会被课征特别的港口费呢？一共是3个。首先，我们先来看到第一个是船舶由美国企业或者是个人持有或者是营运的，都会来征收费用。第二件事情，美企或个人直接或间接持股超过25%以上的。最后是只要呢你是悬挂美国国旗或在美国做建造的船舶，也都会被课征港口费。多家航空公司啊，现在引爆了一个新的港口费用，为了要去省去这些费用，他们紧急撤换他们原本有的这些美籍的董事。或者是干脆取消所有的靠港计划了。美国的商会最新承认了，这个港口费现在看起来对美国是特别伤的，短期内会推高美国消费者的成本，甚至压缩整体航运业的利润了。所以大陆这一招以牙还牙，已经打到美国的痛处了吗？中美港口费对决，谁撑得比较久？介大使怎么看？当然是中国撑得比较久啦，因为美国的航运业事实上的话，在中国大陆这样子的这个严厉的制裁之下，大概很快就会在全球市场上会被边缘化。那本来美国的航运本来就已经利润很低了，这些航运公司也不算为数不算多，可是这个出来的话，会让重挫美国的航运公司。那这个情况之下，就是说以比例来讲的话，远高于美国对于中国航运公司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打击力道，而且这个部分就是说我常常觉得这个不是只是一个航运业的影响，对美国人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政治的影响，因为美国永远是怎么样？永远是这一些大的财团哈，或者这一些行业的他们的联合会哈，在海外出了问题以后。他都会去找美国的政府跟美国的政治人物。如果你这个政府，你这个政治人物不给我帮忙的话，我就去找你的政治对手，把你换掉。哎，这就是美国政治跟政商关系跟中国大陆政商关系是不一样的。
那美国对中国大陆的这一些经济上的制裁措施哈，或者这种不公平贸易措施的话，事实上在中国大陆来讲，不会立刻造成政府的立即的压力。那对美国来讲，中国大陆对任何国家对美国的经济报复，它立刻会变成美国的一个内部的政治问题。所以航运业也会变成很快的变成川普在面临怎么讲？他的这个下一届的，就是说明年的这个期中选举的时候可能会造成会去支持他的反对党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就变成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出来，大部分国家跟美国在打贸易战的时候都不敢出手怎么样，出手大力的报复，包括加拿大啦，包括欧盟啦，包括日本啦，包括韩国，他们只是跟美国求饶。你有看到他说？你如果这样子修理的话，我就反修理你。这些国家都没有那个底气，他们事实上也是一样。那他也会跟美国很像。你如果真正造成了这个美国更大规模的报复的话，事实上的话，你自己的内部政治压力也会很强。可是中国大陆不是这个属性，中国大陆的政商关系不是这样，所以呢，就变成。美国可能是川普的这个发动这个2.0发动贸易战争的时候中国大陆是他最难缠的一个对手。最主要，中国大陆反击，不但反击的力道很大，而且怎么样，很快，那就变成商人某种程度上来，尤其美国的商人，他基本上是没有祖国的。很多国家的商人有祖国，美国商人是没祖国的。那他回过头来就说。你造成我的损失，我没有办法对中国大陆政府施压，我只能对美国政府施压的时候，那所有压力都施在美国政府上。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港口费，还有是一些农业的问题基本上中国大陆目的都不是打击这些产业，而是直接打击你川普政府的能不能够继续下去这样的七寸。所以川普急了。就最近看起来，川普是真的流年不利他很多事情尤其碰到中国这样子强硬的对手这是他怎么讲呢？他自己情势没有认清楚，是，然后他的判断错误，他以为中国大陆会就这样子把这些亏就吃下去了。大陆现在很清楚你打我一拳，我也打一拳，那你打我2拳，我就2拳。你打我10拳，我也是10拳还给你没有什么好客气的好，这场中美贸易战，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陆其实打的是刀刀见骨这个不管是打大豆，不管是打稀土，或者现在打到港口费，我们可以看到，都是会在政治上面，甚至是明年的期中选举，都会直接对川普造成重大冲击的。就看接下来川普怎么接招了。不过我们也来看到是说，现在呢，就算你是其他的国家协助美国一起来打中国的，大陆也不会放过了。我们要来看到是北京。对于南韩的制裁，这个是韩华海洋旗下的5家美国子公司，也把它列入了制裁名单当中，是禁止交易的。等于是说，你敢站对美国的话，那你就别想要在大陆来做捞钱川普这时候当然了，非常的生气他也紧急的喊话说，不要报复在美的投资企业。美国的贸易代表他也说，这是经济上面的胁迫。怎么看北京这一次针对韩华的这个举动？那美国的造船命脉现在如果真的少了韩国的话，南韩的话还有救吗？那舰长怎么看？首先，这个韩华跟这个战队有一点差异，他的角色可能更强烈一点。我举个例子，韩国的这个不是荷兰的光科技 ASML， 他也是美国叫他不要卖，他就不卖嘛。那这个是不是战队？如果这也叫战队的话，那北京为什么对他没有报复？韩华有点特殊，你知道韩国人都一直是非常的。觉得他们是世界上可能就是尤其东亚这里最伟大的，好多东西都是他们的。原来韩国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造船，结果现在一下子被追过去了。那韩华会不会有那种，我是不是要给他追回来？那突然现在发现全世界虽然已经是过气的老大，帮他出气，说我们一起来合作，他突然觉得他逮到机会了。所以在这一次的迫害中国的航运社里面，韩华是参与者，他不是被迫来参加的。我说参与者就是他配合美国在调查，因为在这调查的中间里面，我问你这艘船
到底谁占股份多少？对，我到底该不该抽他钱？那刚刚有差嘛？韩华是参与美国政府做这个事的，所以北京知道能不能够放过他，当然不能放过，因为你试图借这个东西来跟着美国一起来打击我，所以对他就下了非常重的重手。但是虽然这样子，那是不是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好比说掐断他的什么？不至于，会不会打断他的什么造舰？不是，就是如果会的话，不是这个单一的原因。是这个单一的原因，你知道韩华跟中国大陆的叫做往来几乎是很少的，所以对它会很大的影响。短期的只看得到就是供应链，因为很多造船的现在的供应链啊、装备啦、零件啦，通通是从中国大陆这里生产出来的。所以如果在这样子的话，韩华的造船在短期内的成本会增加，会增加它的一些困扰。但是中长期而言，要看后续动作。也许很快就解决了，也许就是这样增加一点成本，这是中长期才有可能产生一些变化。但是这个只是一个短期。那接着这整个过程，我觉得最重要传达的一个，就像大石先生刚刚说的，你知道，他在清楚的告诉川普，不是韩国，韩国根本不是对手，韩华是什么公司？清楚的告诉川普，叫做中国有牌，而且我们一定会反击。你一拳我还你一拳，你10拳我还你10拳，不要哪一天你给我1拳我还你2拳。中国100%奉陪到底。我觉得这个东西在传递的就是这个讯号，这个讯号是非常强烈的，不是代表我告诉你，中国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是，只要你现在有任何行动，我都不见得找到相对的，我都可以想找相类似的东西报复你。好，面对现在大陆这么强硬的态度，那我们来看到，那美方川普手上到底有没有什么牌呢？尤其紧接着再过1、2周而已，这个 APEC 就即将要登场了，还包括了这个大家在关注的就是川习会了。川普手上到底现在有没有什么牌啊？我们来看到原定在匈牙利要举办的双普会突然间喊卡，因为川普说他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大家也在猜说会不会川习会最后也举办不成呢？那我们来看到大陆一方面他祭出了他的组合拳，再加上强硬态度之后，川普呢他说，这话就开始出现了很多转来转去，一下说会面，一下又说，可能临时取消，然后一下又说，那不然这样好了，我来对大陆课征155%的高关税。那最新呢，他又说了，他说台湾是中国眼中的苹果，是说台湾接下来在这一场谈判中会被放上谈判桌的意思吗？这一场中美的贸易战打到现在，谁占上风？所以关税战啊，打到现在，你认为说川习会还举行得了吗？很简单嘛，川普已经讲了，11月1号，如果中国在各项这个就是说我们的关税谈判之中不能达到美国的要求的话，从11月1号起就开征，现有关税是55%啊，跟各位观众提醒一下，现在中国到卖东西到美国都要给55%的关税是事实，中国乖乖交了。11月1号起，你再不跟我达成协议，你会变成155%。对，155%是什么概念？你的成本要增加多少？那很简单，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转嫁给通路商啊，那不是长久之计，不能长此以往嘛。所以我认为说，两国的领导人一定要见面，他们要谈嘛。可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APEC 领袖会议。已经是确定谈不成的啦，看这个样子哈，川普连匈牙利他都不愿意先去了啊，那所以说我可以预判这谈不了，但是呢，川普又讲了一句话，也留了个伏笔，明年2月他可能会造访北京啊，也许这件事情到明年2月才能够解决也不一定，可是说句实在话，因为现在中国采取也很狠的招，我们讲过了嘛，任何来自中国而装配在你美国境内的科技产品有0.1%以上中国稀土的产品，我们都要采取逐项审批啊。那其实也是很狠的一招啊，对不对？那等一下我们还会有相关的题目，就是说讲到这个地方的话，美国就会觉得说你很不客气，是不是？你很不客气，那我川普的习惯就是什么都不用多说，给你下马威。我就1号开始就加征155%的关税，好了。那你今天看到啊，曼努凯号，美国这个非常大的一个航运公司的这艘船，
一停在宁波，宁波国际网球公开赛才刚刚落幕，听说很多网球选手在宁波的印象非常好，你们看到宁波体育场吓坏了，真现代化，非常现代化，他连那个所有连那个洗手间全部都电子感控的，所以我看到宁波，我感触就很深。你开到宁波来，马上被中国说来，先交1900万台币，400多万人民币，不然你不要走。我们讲过，立新邮轮还有很多邮轮要来啊，对不对？都是以宁波、上海为根据地。那你现在这一波，我想请问一下，就跟大豆一样嘛？美国的商人正在蒙受其害，还有很多电子跟汽车科技，后面到底中国要怎么报复你？中国还没有真正展开报复，所以整件事情我们看下来，到了昨天啊，问川普说，那这个到底你对于台湾问题会不会跟习近平谈到这个问题？然后川普竟然说，我不能在这边回答，不能回答什么？也就是说，台湾有事会不会派兵来协防台湾？那这个我不回答。然后呢，他说，那你是不是也反对台独的一样的立场？他说，这个是一贯立场啊，不过我也不在这边回答。他2个问题他都不肯回答，你知道吗？但是他又讲了一句，他说台湾是大陆眼中的苹果，大陆不会摧残它的，大陆不会对台湾做出这个武力犯台的行为跟举动。为什么？因为我认为大陆虽然有这个心，可是他没有这个意，所以应该是不会。其实我觉得川普你在自作多情，你怎么知道大陆会还是不会？这是两岸的家务事，不用你多管闲事。是，谢谢干哥。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